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张艺谋之演，赵丽颖第20条引发观众深思。冲着赵丽颖去看了第20条，没想到她的表演会令人如此意外且震撼。整部影片，赵丽颖没有半个可以称得上美的镜头，并且放眼内娱众多和赵丽颖同样年龄段、同样咖位的女演员，没几个人会愿意扮演这个角色，也没几个人能演好这个角色。如果没看电影，只看电影的宣传，不少人只知道赵丽颖在片中饰演的是一位残障人士，一位聋哑母亲。从预告放出的镜头来看，赵丽颖衣着朴素，发型凌乱，且几乎是素颜拍摄。镜头之下，她根本不在乎表情的美丑，而是一头扎在角色当中。大家感受到了她的突破。然而众人所不知的是，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她是整部影片的泪点所在。她不仅聋哑，作为一位母亲，作为一个有福之妇，无奈之下还多次被同村的男人侵犯，以至于镜头中她衣衫不整，脸上、脖子上也伤痕累累，她都无暇顾及，只是崩溃着对着丈夫比划：“我不想活了。”要知道，娱乐圈的大部分女演员是豁不出去的，豁不出去演这样一个被欺负的角色，豁不出去以如此狼狈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另外，郝秀萍这个角色话不多，但是她的动作、她的眼神里都是戏。观众坐在影院，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到赵丽颖本人的影子，也忘掉了赵丽颖以往饰演的所有风光的角色。这样的演技，除了赵丽颖的个人实力，背后还有她为此付出的努力。张艺谋在宣传电影时也说过，拍摄当下，赵丽颖几乎不和别人说话。最初以为她性格内向，但实际上，她是为了更好地成为这个角色。拍摄的这段时间，她不是在饰演郝秀萍，而是让自己彻底成为了郝秀萍。能把这样一个人物拿捏得如此准确，能做到的演员不多。而张艺谋镜头下的郝秀萍之所以成功，除了赵丽颖的演技，张艺谋在细节上的设计也功不可没。郝秀萍身上最明显的标签，除了聋哑，还有穷。正因为穷，他们一家才会去借钱给女儿治病，才惹上了影片中拍摄的一系列麻烦。从赵丽颖一出场，她的个人形象就让人看得十分心酸。那个又大又破又脏的黑色大背包，让人一看到它就明白郝秀萍的生活水平，甚至能够脑补出这个包是在怎样的市场里买到的。而紧接着，大家不难注意到，她身上那件藏蓝色的薄薄的外套已经洗到发白发旧了，而且上面还沾着不少尘土。包括外套里面的内搭，明明是件白色的衣服，但是已经旧得脏的几乎成了黑色。本来罕见郝秀萍有件干干净净的白色背心，然而那场戏，她却被刘文静给欺负了。当刘文静提起裤子走人以后，郝秀萍走出屋子，她被撕烂的衣服松松垮垮，头发被挠得乱哄哄，脸上、脖子上伤痕累累。这时候她的惨，更是让荧幕前的观众倍感心疼。虽然郝秀萍家的模样，张艺谋只是几个镜头带货，但是短短几秒，却处处都是真实又扎心的细节。门窗、墙上到处被人写满了大字，门虽然上了锁，但看起来根本不用使太大劲儿，就能一脚踹开。还有厨房里的被烧黑的锅，看起来不仅廉价，也颇有年头，几乎都已经见底的调料，也能让人感受到一家人日子的拮据。包括在马丽饰演的韩明老婆，当她想要送给郝秀萍几件过去的旧衣服时，郝秀萍那难以置信的眼神，也装着满满的心酸。可以说，这一次整部电影，赵丽颖可谓是把穷展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观众看了以后，都难以想象这一家人该怎样生活，怎么过日子。与此同时，张艺谋镜头下郝秀萍这角色一出，赵丽颖这么深刻的一眼，狠狠打了不少国产影视剧导演的脸。为了更加贴近生活，
更加接地气。导演们也想到了，要多拍一些普通人的生活，甚至穷人的生活。然而他们镜头下的穷人是什么样子？在《恋爱先生》当中，江疏影饰演的罗月，工作是酒店大堂经理，月收入1万出头，但是他住的却是北京3环内月租15000的精装公寓。去看牙，12000的卡说办就办，上万的名牌围巾也是毫不手软。出国旅游18000的头等舱，想生就生。众人纷纷感叹，月入1万花出了学入百万的效果。在甜蜜暴击当中，鹿晗的角色也是令不少人感到难以置信。他不仅没有父母，还要一个人养活年幼的弟弟妹妹，所以他必须边上学边打工。然而镜头扫到他的住处，竟然在寸土寸金的深圳租了一个带院子的双层小洋房，全身上下穿的都是名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富二代公子哥在体验生活。同学想要去他家做客，他开口就不自信地说，我们俩又破又小的，不适合招待客人。结果关晓彤饰演的女主角一进到屋里便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内心独白是，我以为自己知道穷是什么意思，可现在我才真的明白。这让观众都产生自我怀疑了，是自己对穷的认知有误差吗？总之，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大家之所以纯当娱乐休闲，是因为故事中即便有平凡人、普通人，但是他们的生活似乎永远都是现实中不会有的。住的都舒适宽敞，生活都逍遥自在，工作都清闲无压力，恋爱都谈得如同小说写的那样不可思议。反正就是穷人不用担心，最后总会逆袭，因为他们总会遇到那些又好心又善良又出现的恰是时候的富人。但回过来看第20条里郝秀萍的结局，即便跳楼后被救，即便她的丈夫王永强最后被判定为正当防卫，即便一家3口又可以团聚了，但是这就意味着他们未来无忧吗？他们未来依然要还钱，女儿的病依然没有治好，郝秀萍受到的身体和心灵的伤害也是不可逆的。一家人之后的日子依然很难，这是现实中大多数穷人所需要面对的现实的残酷。不得不说，张艺谋的高就高在了这些地方，他以一种喜剧的方式拍出了一个悲情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当中处处都是烟火气。观众对于很多角色有同情，但张艺谋镜头下的他们并没有刻意卖惨，这就是一个好导演的真实力。不知只会拍假穷人的导演看了是否会脸红？乐华娱乐发声，坚决维护王一博的清白。最近，王一博因为一些网络传言而备受争议。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我们感到有必要对王一博的品行和清白进行澄清。首先，我们要明确表示，王一博是一位备受尊敬和喜爱的艺人，他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一直备受公众认可和赞赏。在过去的工作中，王一博一直秉持着诚实、真诚和专业的态度，为观众呈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和支持。关于最近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些谣言，我们要郑重声明，这些都是不实之词，是对王一博的无端指责和污蔑。王一博是一位勤奋努力的艺人，他对待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从未涉及过任何负面行为。我们相信真相终将大白，王一博的清白也将得到证明。同时，我们呼吁广大观众理性对待网络上的信息，不要轻易相信未经证实的传闻。作为公众人物，王一博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和压力，我们也期待他能够以更加坚强的姿态面对一切，并继续为观众呈现优秀的作品。最后，乐华娱乐将继续全力支持王一博，维护他的合法权益，坚定不移地站在他的一边。我们相信，在广大粉丝的支持和信任下，王一博必将越走越远，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乐华娱乐发声，坚决维护王一博清白。近日，网络上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原因竟是有网友无端指控95后 W 姓男顶流患病，
而矛头直指乐华娱乐旗下艺人王一博。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风波，乐华娱乐公司迅速做出反应，于2024年2月20日通过官方微博发表严正声明，并果断前往派出所报警处理。这一举措不仅彰显了公司对旗下艺人的坚决维护，也向外界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对于恶意诽谤和侵犯艺人名誉权的行为，乐华娱乐绝不姑息。在娱乐圈这个光鲜亮丽的舞台上，明星们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和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一些不实言论和恶意猜测也时有发生。这次王一博被诽谤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了解，王一博作为当下炙手可热的艺人之一，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深入人心的表演，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然而，正所谓人红是非多，随着他知名度的提升，一些无端的指责和诽谤也随之而来。这次被指患病的风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面对网络上的纷纷扰扰，乐华娱乐公司没有选择沉默，而是迅速采取行动。他们在官方微博上发文表示，针对我司艺人王一博先生近日持续被诽谤一事，我司工作人员已于2024年2月20日前往派出所报警处理。我们强烈谴责恶意捏造事实、诽谤艺人的违法行为，并将严肃追究发布、散播诽谤言论主体的法律责任。这一声明不仅表明了公司的立场和态度，也给那些散布不实言论的人敲响了警钟。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事件中，乐华娱乐公司的处理方式得到了广泛认可和赞扬。他们没有选择通过公关手段来息事宁人，而是选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艺人的权益。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也为整个娱乐行业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当然，作为公众人物，明星们也需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对能力。在面对不实言论和恶意攻击时，他们应该学会调整心态，保持冷静，并通过合适的方式来回应和处理。同时，作为粉丝和观众，我们也应该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不盲目跟风，不轻信传言，共同维护一个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回顾这次王一博被诽谤的事件，我们不禁要思考，在网络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地保护个人隐私和名誉权？如何打击网络暴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个人权益，也关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携手前行，为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网络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最后，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尽快介入调查此事，还原事实真相，并依法处理相关责任人。同时，我们也希望王一博能够早日摆脱这次风波的困扰，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精彩的表演。毕竟，在娱乐圈这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舞台上，实力和才华才是最终决定胜负的关键。乐华娱乐今日发表严正声明，针对最近有关王一博的不实指控和诽谤，公司表示坚决维护其清白，并已采取一切必要法律手段来维护其合法权益。近期，关于王一博的一系列不实传闻和诽谤在网络上流传，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虚假信息给王一博本人和其所属公司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损失。作为一家知名的娱乐公司，乐华娱乐将不容许任何人或势力对旗下艺人进行诋毁和抹黑。王一博作为乐华娱乐的签约艺人，一直以来都秉持着良好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为公司树立了良好的形象。针对此次不实指控，公司坚决站在王一博一边，将全力支持他采取一切合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名誉。同时，乐华娱乐也呼吁社会各界和广大粉丝理性看待网络上的信息，不随意传播未经证实的谣言，共同营造一个和谐良好的网络环境。对于网络上的不实言论，公司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